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我有事情要宣布，我打算离开这次一家。哈，你真的要走啊？你走了之后会去哪里？我会加入88。妈，没事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扶他起来，慢慢。我去倒水给你喝。哦，没事，只是不小心滑倒，哎，不用担心。你真的决定要离开咫尺一家？我决定了，我要辞职。辞职？什么时候决定的事情？为什么这么突然？ X 姨丈，这件事已经不是 present tense 了，已经是 past tense 了。你们全部都知道？只有你还慢7、8拍。儿子啊，为什么这么突然，好端端的要辞职？还有更劲爆的，他竟然去88。你想清楚了？我想要试试看，我要看看大公司有没有让我发展的空间。Bro， 你要辞职我没有话说，可是为什么要去88啊？没事，反正都已经决定辞职了，出去大公司见识一下也好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认真的吗？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刚才所有人都以为战争要爆发了，没想到竟然风平浪静。这样子不好吗？老实说，你这样我反而更担心了，都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家决定要走了，如果我坚持跟他闹，你说结果会是怎么样？他的性格跟你很像，肯定会跟你大吵一顿哦。我现在让他走，我只是失去了一个 agent。如果我坚持不让他走，我将会失去一个儿子。你是真的这么想得开，还是在逞强？我当然是舍不得，可是儿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既然他想往上爬，出去外面看看世界，体验一下不同的工作环境，未必不是件好事。那倒是，只是我没想过，任品竟然有一天会离开公司。看来儿子真的长大了。怎么样？喜欢这间单位吗？很好啊，应该是我看过最好的一间了。那叫艾芬来看吧。我叫啦，是他自己为了一些小事闹脾气，不要跟我来的，好幼稚。不要这样啦，我觉得你还是好好跟他谈吧，毕竟买房子是2个人的事。反正我已经决定要搬来 Jurong West， 我才不管他怎么想。奇怪，我妈怎么不接电话？我妈这时候应该在家的啊，怎么连手机都没开？会不会是在厕所？不知道哎，我还是回家看看好了。走吧。喂，监制，怎么了？哦，好，那我马上回来。之前拍的一些镜头出了点问题，我需要回一下公司。可是我担心会不会是我妈出了什么事？宝玉，你可以帮我回家看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放心去忙你的吧。谢谢。走。安迪，安迪。哎，宝佑，安迪，你找 Fin 啊 ，Fin 他不在。啊，没有，刚才我跟 Fin 在一起，他一直打电话给你，你没有接，他很担心。没事，手机没电了。来，进来坐坐，来，喝水。Thank you，安迪。怎么了？头晕啊？哎呀，啊，我有风油。年纪大是这样子了，动不动就头晕。那，哎呀 ，OK 吗？
你的手什么时候弄到的？我没事。真的没事？我到诊所去验血。安迪，怎么了？我去洗肾。我没有听菲说过哎。我是刚刚开始洗肾的，我没有告诉菲，因为我不想他担心。可是你现在的情况，需要有人照顾你啊。我觉得你不应该瞒着他。他快要结婚了，很多事情都要忙，我真的不想烦他。宝佑，你帮我保密，迟一点我会告诉他的，好不好？我求你啊！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我回家了，不就见不到你了吗？出去外面做事，不像在这里，别人不会给你太多犯错的空间，所以万事要小心。工作上的细节要再三的确认，仔细一点总没错的。我又不小心啰嗦了，反正该教你的我都教你了，好好出去闯吧。知道了。不要这么容易放弃，坚持一下，很快就熬过去的。如果真的不习惯，支持一家随时都欢迎你回来。你留了一个这么大的后路，不会怕我变得懒散，变得不积极吗？我对你有信心，不会的。我只是去别家公司打工，又不是永远不会回来。我有空的话，偶尔还会回来这谁家看看的。嗯。告诉你哦，他们全都有正职，不是专业的。真的？哇，你不说我还真看不出来耶。那个鼓手呢叫 John， 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，也是这家 pub 的老板。年轻时呢组乐团，还是主音吉他手，后来因为生活压力就解散乐团转行了。你说老板以前是主音吉他手，可是他怎么现在当鼓手呢？John 说他现在弹吉他不行了，就换去打鼓。另一方面呢，也是因为有很多乐团缺鼓手，常常组不成 band。他宁愿退居到不显眼的位置，让其他人呢有更多机会表演，完成音乐梦想。虽然我说脱口秀跟很多人比起来真的不怎么样，不过我也可以像这位老板一样做一些事情，让更多人喜欢脱口秀。这想法很好啊，我觉得可以朝这个目标去做。你们想开 cafe 又没有相关经验，饮食业竞争又很激烈，是不容易做的。我打算把我们的 cafe 变成网络打卡点，到时候他们还可以免费帮我们在网上宣传呢。你的点子呢都可行，可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。有，我当然有计划啊。一开始我们先打响名堂，过后慢慢经营，
肯定可以做很久的。你的好运装修公司都没好好的经营，你现在花时间去做别的事，真的很冷啊！冷什么？你这一盆冷水浇到我头上，我的心都冷了一半了。我不是不支持你，只是我不希望你花冤枉钱。你要听我的意见，那你就要准备好听我说实话了。其实郝建开 cafe 的目的是很崇高的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脱口秀方面不是很出色，所以他想要提供一个表演的平台来培养人才。他这种想法很伟大，所以我会全力支持的。没有啦，我也没那么伟大啦。你伟不伟大我就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很幸运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有这么好的理念，又这么积极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去帮你们物色理想的店屋吧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我挺喜欢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也很喜欢啊，我一向都很喜欢这种风格的建筑的。如果你们想用这类店屋做咖啡，就必须迁就建筑本身的结构，可能在装修方面有很多的限制，你们没问题吧？我就是喜欢它原本的样子，应该也不怎么会装修了。你们可以用建筑本身的特色呢来吸引顾客，也是一个卖点。我没有问题啊，郝建，你 OK 吗？我当然没问题啊，应该就是这间了吧？这只是你们看的第一间，不要这么快决定，再看看吧。啊！哎呀，幸好有你啊，不然我被热气的冲昏了头哦，就贸然决定了。要不然你们怎么会找我呢？也对，也对。来，所以丽敏介绍那几间店屋，你最喜欢哪一间啊？其实都好，不过我比较喜欢第一间。我倒觉得最后一间其实也挺不错的，主要是地点靠近市区，而且它本身呢就是一家餐厅，装修方面肯定省下不少功夫的。要做就做到最好，我倒是不介意多花一点钱重新装修。哇，你们要开餐厅啊？是 cafe，那更好，以后我就有免费地方 hang out 了。那你介不介意以后免费来当 part time 员工啊？哈，50% discount 总可以了吧？店都还没开成就想来讨便宜啊？哎呀，不要打扰我们讨论正经事了。来。对了，你刚刚提到想考虑双层的店屋啊？我觉得单层太小了，装置舞台之后留给客人的空间就更少了。可是单层的店屋租金都要15000左右了，要是双层的话，我怕我们负担不起。丽敏之前的意见也是有道理的，我们还不确定咖啡能不能赚钱，就投入这么多资金，要是将来回不了本，我就对不起你了。其实你不用顾虑到我这边，既然我决定支持你，这些我都不介意的。谢谢你，哎，我们坐下慢慢聊。OK， 没问题，我等一下马上 send quotation 给你啊 ，Thank you。干嘛啊？我们在研究哦，这个郝建到底有什么魅力哦？居然有人愿意砸重本来投资你做生意。那你们有结论了没有啊？就是没有咯，所以来请教你。为什么雨柔明知道是亏本生意，还愿意投资你啊 ，Boss？请问你有什么秘诀啊？对咯，奖励。Hello， 我们还没开始，凭什么认为我们一定会亏本呢？虽然我不会做生意啦，但是用屁股想都知道一定亏本的吗？1个月的租金都已经15000了，加上员工费、水电费、食材费这些，加到来4万多嘞，怎么可能不亏本？嘿嘿，那是因为我的 cafe 跟人家不一样，我们有脱口秀表演，所以很有噱头的。哼，脱口秀。真的是吐血翻白眼短面。哎，你想一下啊，顾客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听脱口秀，如果听得好笑的，是不是一个一个都要呛到死掉啊？整个餐厅啊都在喷咖啡、喷水、喷食物啊！你们可以再夸张一点啊，看我喷死你们吗？哎 ，boss， 所以哦，你和雨柔啊是一起合股，那是50-50。我没那么多钱，我揉出大部分的资金啦。看来他真的是很爱你，可以为了你完全失去理智。我拜托你收敛一下你这张嘴巴啦，不要到处乱说，搞到雨柔尴尬就不好啦。真的很好奇啊，现在一个女人对你这么好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啊？我也真的很好奇哦，你妈也对你很好，而且离谱的好，你会不会也觉得很有压力啊？
Excuse me, X 姨丈，她是我的妈咪嘞。雨柔是你的什么人 ？Ex girlfriend 而已吗？又不是老婆。对呀、凭什么他要为你付出这么多？哎，不要跟我说什么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哦。看来你现在是无以回报，只好以身相许。哎，安迪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你来找我啊？我刚好送餐经过，就看看你有没有在了。哦，最近你是不是很忙啊？每次叫你打 game 你都没有空。其实你不用一直找我的，为什么？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好人，我不是好人。你干嘛这么说？我觉得你很好啊，热心、善良，而且很有正义感。除了我妈咪和姨哦，你应该是这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啊。哎，我们干嘛在这里聊啊？现在是 lunch time，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吧。不了，现在是午饭时间，很多人叫外卖的，我不去了。哎，吃饱了再送啦。去啦，在那边而已。安迪，我还有很多哎，你自己多吃一点。你工作这么辛苦，你要多吃一点，你太瘦了。我哪里会瘦？很多人讲我很 fit 嘞。妹，是你呀！原来真的是你，我还怕认错人呢。怎么样？你几时出来的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这么巧啊，在这里遇到你。我，你儿子啊？不是，朋友，很帅哦。哎，你还记得那个阿红吗？那个赌后阿红，他本来这个月要放出来的，没想到突然生病死在里面啊！哎呦，真的是命苦啊！真的很可怜啊。哦，刚才那个安迪坐过牢啊？是啊。那你猜的没错，我也是坐过牢的。我就跟你说了，我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好的人。那你介不介意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你去坐牢的？我伤了人，我是自卫伤人。哇，我刚才看你的表情啊，我还以为你杀了人呢。自卫伤人 OK 吧？自卫伤人都没有错，谁叫那个人来伤害你？他活该。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吗？我有什么好介意的？你一定是逼不得已啊，所以才不小心弄伤他的。你这么信任我，我相信你，绝对是一个好人。而且这个是以前的事了吗？你现在有一个新的生活，就应该往前看，不要再想以前的事了 ，OK？兄弟，大家知道我坐过牢，都看不起我，只有你是完全不介意的。你妈妈真的把你带得很好。弟，没事的，你不要想太多 ，OK？ 我们一起加油，努力。我们还是决定买 Tampines 的房子。Fin， 你不是喜欢 Jurong West 那间吗？是啊，可是我跟我妈讨论过了，她说如果不买 Tampines 的房子，她会生气。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劝 Evan 要迁就 Fin， 做男人的要疼老婆嘛。可是我看到 Evan 的妈妈痛风的情况还蛮严重的，真的很需要人照顾。一个老人家要是不小心跌倒，手会很长的。我虽然很舍不得我妈，但是没办法。保佑，那我就麻烦你多帮我看几间 Tampines 的房子了。
不行，这件事我本来不能说的，但现在没有办法了，我只好对不起你妈妈。跟我妈妈什么关系？她刚刚被验出有生病，而且还需要长期牺牲。她怎么都没告诉我？她说你最近太忙了，要忙结婚，还有找房子的事，所以她不想你操心。我妈妈需要洗肾，我这个做女儿的竟然不知道。不行 ，V， 我们可不可以住 Jurong West？ 可以啊。你真的愿意住 Jurong West？ 我是随便啦，只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。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我反对！我也想搬靠近你，可是Fan的妈妈，我不懂得怎样搭地铁去那么远的地方。如果你搬到竹龙以后，我怎么样看到你啊？妈，你放心，我还是会常常回来看你的。就知道你那个老婆整天控制你，现在你什么都听她的，不用管你妈的死活了。妈，你不要这样说啦！早知道我就不要答应让你跟她结婚，现在搞到连儿子都嫁了给人。阿弟，我知道这件事一定让你很不开心，可是你要为 Evan 想一想啊。要是他坚持搬来 Tampines， 大家一定会说他是冷血动物。明知道岳母生病还这么自私，你也不想 Evan 被人误解吧？你现在是说我是冷血动物，我很自私，我不管别人的死活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 Evan 也很为难的啊，只是希望你能体谅他一下。反正我在这里是多余的，我死了就不会为难儿子了。你们要怎样就怎样了。妈，喂，小心啊！你放开我！